现在来到了静冈县，今天呢搭乘了新干线来到静冈县的新富士站，想要把握最后的赏樱时机，来看一下樱花跟富士山的美景。但今天又很幸运，又遇到一个超好天气，我觉得我真的是富士山的天选之人。一出站马上就看到超大的富士山就在眼前，超开心的。那上次因为已经有去过河口湖了嘛，所以今天这一次呢，我们想要来一个静冈版的富士山之旅。那这次呢，我们会去到最近 IG 上很红的富士山梦之大桥，然后也会去富士山遗产中心，还有静冈这边的浅间神社。那我们就赶快出发。喜欢日本旅游、爱吃日本美食、想看观光列车与四季美景，快订阅我们！记得开小铃铛，接收所有通知，才不会错过新影片。我们现在准备要去租车，因为静冈县这边呢，景点之间距离比较远一点，所以呢，建议大家如果想要来静冈县这边追富士山的话，最好是用自驾的方式比较方便。第一站，我们来到富士站这边的本町商店街，但我发现我刚好像话说太满了，我说自己是富士山的天选之人，结果来到这边，马上就有一朵云飘到山前，我要哭了。但是呢，这边大家有没有觉得这个景象很熟悉？因为其实静冈县这边也有一个这样子充满复古感的富士山商店街，这一条商店街呢，跟山梨县那边的富士本町商店街叫一模一样的名字，这边也是富士本町商店街，而且这边更少观光客，所以我觉得超好拍照的。如果大家想要拍出那种商店街的复古感，然后背后又有漂亮的富士山的话，建议可以来到静冈县的这个本町商店街。飘来一朵云，把整个山盖住。Oh my god！ 再来到龙岩渊，那这个龙岩渊也是当地非常知名的赏樱圣地，好像有被票选为是静冈县这边第一名的春季设点。站在这边的话，就可以一次用最好的视野看到樱花还有富士山，前提是没有云的话。不过我觉得很幸运的是，现在的花况还算不错，虽然掉了一些，但我觉得应该还剩有70%左右。而且这边还有一个特色，就是你看到你那边那种春天啊，就是除了樱花的景色以外，还会有一区油菜花，又粉又黄，完全就是春天配色的美景。大家会觉得樱花长叶子就不值得拍了吗？我们摄影小哥比较喜欢樱花长叶子，可是我不喜欢绿的，我觉得它只要一长叶子，我就会直接路过。啊，有拍到了。我发现刚刚从龙岩渊的樱花步道那边走下来，可以直接看到这个油菜花田这里，而且这样拍过去还可以拍到刚刚我们站的那一座桥，好棒哦，好春天哦！我们现在到岩本山公园，但是花嘞，花都在地板上了啦。我觉得我们是不是可以直接去下一个景点？下一个景点我很期待，因为我发现静冈这边有一个盗版皮卡丘神社，超酷的，我超期待。然后岩本山公园这边啊，走到上面还有一家这个叫做卡古亚的咖啡，但今天刚好竟然也没开。我觉得我们今天跟这个景点稍微有点没缘分，不然如果樱花盛开的时候，坐在这个外面这个位置，然后喝咖啡赏花，应该是超级开心的。好幸运哦，太阳出来了！我们刚离开岩本山公园的时候，发现那边其实也离龙岩渊蛮近的，那我们就决定要开车绕回来再看一次这边的美景。没想到这边我们看到了，我果然还是天选之人。来到一家叫做萨瓦亚卡的汉堡排店，这家听我们日本同事说，这在静冈这里超级有人气。现在我们平日时间哦，而且现在其实已经过1点了，应该过午餐时间了吧？结果刚刚还要抽号码牌20分钟，但排这么多，应该证明它一定是好吃吧？所以呢，你就验证看看。我觉得一进来就是那种很像贵族世家这种的味道，对，贵族世家，香的，好可爱哦！我们刚刚有点他们家有特色这个乾杯drink干杯饮料，然后店员就跟我们干杯哎。这家特色呢，就是他们的店名是叫萨瓦亚卡嘛，那在日文里面就是很爽朗的意思，所以呢，每个店员真的都超有元气的，会跟我们干杯，好可爱哦，疗愈哦。天哪，好 juicy 哦！听说这家真的很
厉害耶，它虽然是连锁店，就有点像是家庭餐厅那种的，可它其实是静冈限定，全日本只有静冈吃得到，而且它还有一个线上叫号的系统，所以你可以看到所有的店铺现在要等多久，真的是每一家都大排队耶，好厉害哦！试试看喽。这个真的很厉害，它超级 juicy 到不行。因为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就其实汉堡排嘛，通常有时候会加牛肉、猪肉混在一起，然后会加一些洋葱之类的，增加它的口感。但是这边强调是100%完全纯牛肉，然后你看它的断面维持有一点生生的口感，咬起来是很扎实，完全吃得到肉感。我们刚刚吃完午餐，现在准备要去下一个景点。可是刚刚开车经过这边，就觉得超漂亮，一定要停下来拍一下。富士山真的很给面子哎，好开心。然后刚刚经过这边啊，就是看到因为这边又有樱花，又有茶园。这个点呢，我回去也会在 Google Map 上面找一下，然后跟大家分享。大家如果有经过这条路的话，也可以停下来这边拍拍照哦。我发现现在看得到小富士哎，超幸运！这边有一个小小的凸起，这个小凸起呢叫做宝永山。那因为它在富士山的旁边的关系，所以也被称作小富士。这个角度是只有在静冈这边才看得到，如果你是在山梨县那边看富士山的话，是看不到的哦。我们现在终于来到梦之大桥了，最近在 IG 上也很红，就是来静冈县这边要看富士山绝对必拍的一个美景。这边呢有一个天桥可以慢慢走上来，那个天桥的尾端就是富士山，所以在那边就可以拍出很漂亮的照片。那如果你是自驾来的话呢，可以开车到桥下，它有一个小小的停车场，上了天桥之后呢，可以拍出很美的构图哦。梦之大桥。天桥上来之后呢，两端车道的中间也有一个安全区域，可以让你在这边拍照。但是因为还是有车来车往经过，所以大家要走来中间拍照的时候也要注意安全哦。看到了，看到了，好好笑！我们现在来到刚刚讲的那一座神社了，虽然现在天色已经有点昏暗，但是应该是可以看到这个吧？超盗版的皮卡丘，这样是不是有点失礼？这个神社呢叫做富之六所浅间神社，它供奉的神明是一位叫做大山齐命的神明，而且这个神社很有特色因为它的玉珠印据说有彩色的版本，但是因为我们刚刚先去梦之大桥看富士山的日落，结果来这边已经关门了，但是没关系，因为这边除了有盗版皮卡丘以外，还有盗版哆啦 A 梦，有欸，这个哆啦 A 梦藏在这个胸签的后面，好好笑哦！而且我发现它那个局部像是铃铛啊，还有鼻子都有着色，但是已经有点被摸到蜡茶了。大家如果喜欢这种比较 B 级风格的石雕的话，可以来这个神社哦，我个人超爱。我现在觉得有点懊悔，因为这神社好像有被叫做哆啦 A 梦神社。我在网络上看到这边其实还有小叮铃，然后还有胖虎、静香、大雄，他们全部都有。可是我刚找来找去都没有找到哎，我觉得有可能是因为我们现在天色已经太晚了，整个太暗找不到。那大家如果有来这个神社的话，可以帮我们找找看，看哆啦 A 梦的妹妹到底藏在哪里，真的都找不到哎，好怪哦。订阅我们的频道，开启小铃铛，就能接受最新的日本旅游影片通知哦。嗨，大家早安！那我们今天第二天呢，移动到了富士宫这个区域。昨天我们是在新富士那一带玩嘛，因为今天第二天的行程集中在这个富士山遗产中心，景点之间好像都是步行可以到的距离。今天呢，我们就是想要把重点放在这个富士山遗产中心。那我先喝个早晨咖啡，等等再来帮大家介绍。那这个景点呢，它距离富士宫车站大约只要徒步10分钟，所以交通位置上算是非常的方便。我强烈推荐大家，如果有来静冈县，一定要来这个景点，因为大家应该有看到我身后这个超大型的逆富式的建筑吧？其实这个建筑呢是用静冈县这边在地的木材做成的哦，而且它的设计师就是日本鼎鼎大名的建筑设计师坂茂。那同时台湾的南美馆2馆也是他的作品哦。在这个世界遗产中心里面呢，它有6种常设展，包括是富士山的历史、自然、生态等等的介绍都有涵盖在其中。另外，在最顶楼的地方，它还有一个展望空间，那边我觉得也超级美。等等也会带大家去看一下从这个世界遗产中心的展望台看出去的景色。
富士，哇，好可爱哦！没想到在这边看到台湾。然后现在这个展区啊，因为我刚看那边的解说写说，就是富士山如果从海底算起的话，其实是一个超过6000公尺的高山，所以当然它也就是孕育了很多自然生态系。我觉得很酷的是，连河流它都有展示出来哦。它在那边的地板用了一个影像播放的方式，展现出富士山的河流。我们现在来到富士山遗产中心顶楼的展望台了。那除了顶楼室外的这个空间可以看到完整的山景以外呢，其实这里还有一个特色，就是因为它展望台的室内区域地板全部都是做成光滑面的，所以如果你蹲在地上看，你就可以看到窗外的山景反射在地面上的倒影，超级漂亮。那这个倒影的设计呢，其实也跟我们刚刚在1楼看到的大型木质逆富士的概念是一样的。大型的逆富士下面全部都是水池嘛，那其实远远看也可以看到这个大型的逆富士倒映在水面中变成正富士的这个样子。那这个设计概念呢，是源自于因为富士山它的水资源非常的丰富，所以整栋建筑呢设计理念就围绕着富士山、水跟倒影这3个元素组成。现在是下午4点半，我们刚刚已经等了1个小时左右了吧，然后我们一直在等那个云散开，可是迟迟不散开，所以我们现在想说要出来用念力把它移走。而且我发现一个小巧思，就是这个展望台外面的这个石头，它是不是其实是有点模拟富士山的那个石灰岩？感觉有哎。这边卖的东西都超有设计感哎，就大家应该都知道逆富士嘛，所以它就做成一个信封，然后这一块它做成一个银色的反射，就可以透过这边看到逆富士哎。你看，不是我们这边看到那个富士山三角锥吗？好可爱，竟然有卖这个！它这个示范是要让人买回去当帽子吗？我们刚刚摄影大哥他真的买了那个富士山的三角锥，我真的要笑死！你要这样带回东京哦。嗨，我现在来到富士山本宫浅间大社，我觉得这幅景象真的很漂亮哎，就是白色的鸟居，然后后面有淡淡粉色的吉野樱，然后今天天气也算蛮好的，可是现在富士山山顶上有一片乌云，所以今天到目前为止已经过中午了，都还没有看到富士山，希望等等下午可以再更晴朗一点，然后乌云散开，可以看到更多的富士山。我刚从远远看到这个桜みくじ孝良神签，想说是跟恭喜孝良有关吗？后来这边仔细一看，发现是浅间神社里面还有一个叫做水屋神社的。那它抽的方式是你在这边投钱之后，然后拿这个桜签，然后去泡在水屋神社的水里面，它就会慢慢浮现你的运势，哎，好有特色哦！而且一张才300日元，我觉得蛮值得可以体验一下。那我们赶快就去泡水看看。有哎，小吉，然后其实有一点看不太懂，因为他的字有一点糊糊的。工作上他说那个人际关系会不错，不是啊，不是吗？说要注意人际啊是啊，啊注意，怎么办？完蛋了！总之这次是抽到小鸡，这真的很有特色，大家如果有来的话，一定要体验看看。我刚刚发现这个水的这个签啊，因为它这个边边有做波纹的造型，所以你把它绑起来之后，像富士山的形状一样哎。但我是小吉，我不用绑。那我们现在在的这个富士山本宫浅间大社呢，可以算是富士宫这边的信仰中心。大家应该都知道，全国到处都有浅间神社嘛。总共我记得全日本好像1300多座。那据说这一座是总本社。这边这座浅间神社也在2016年的时候被列为世界遗产了。而且我刚刚发现很酷的是，这边还有一个涌浴池，那这个泉水呢都是富士山的涌泉。在整个境内也种植了非常多樱花树，所以也是春天赏樱的很好的景点。那
我现在在这边呢，是浅间大社旁边有一个叫做神田川共荣广场的，算是小公园。这边很厉害哦，因为这边的樱花也超美的，而且这里还得过2017年 Good Design 的设计奖。那听说在夏天的时候呢，当地居民也会全家大小一起来这边野餐，感觉就超棒超 chill 的。然后这边走过去，那边还有一个红色桥，我觉得那个桥也很好拍。富士宫这边的这几个景点啊，真的距离都很近，就是徒步可到的距离。所以我觉得，如果你是想要来静冈的富士宫这一个区域玩的话，其实不用租车也没关系。开了，水当当哎 ，SUIDANDAN。在富士山浅间大社的旁边有一个叫做 Omiya Yokocho 的一个小区域，那这边有各式各样的当地美食。然后富士宫这边很有名的就是炒面，所以我们想要来吃吃看这一家富士宫 Yakisoba。店家外面还有一个炒面神社，大家仔细看，它这边的神明供奉的贡品是炒面本人哎，超级可爱的。静冈 Oden 好像很厉害耶。好，我要点这个。所以你喜欢吃什么？我不知道哎，我喜欢吃韩片，就是鱼板那种的，台湾很少吃得到。真的很好吃。这边好像没有油豆腐哎 ，sorry。而且这一家藕店是黑汁哦，就是比较浓郁的那种汤。どもり合わせを一つお願いします。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美味しそう。イワシ，好酷哦！我第一次看到藕店加这个煎鱼粉，你有看过吗？我第一次看到，我就加太多。然后这个是海苔。牛筋黑轮、蒟蒻大根蛋、黑韩喷，韩喷到底中文是什么啊？我要开动了。它面很弹诶，跟我在东京吃到的面体我觉得不太一样，因为它的面是更 Q 弹的那种，然后带有一点点嚼劲，比较偏硬。它蛮好吃的，而且它酱好入味哦。我觉得这大根一看就是卤得很入味，很酱香哎，它整个渗透到那个白萝卜的心的内部，好赞哦！刚刚摄影大哥说他点辣的超辣，辣到他一直喝水。我现在来吃吃看，超好吃因为他点的这个是红辣椒跟青辣椒 mix 的那种辣度。很清爽，但是舌头又很麻的那种爽感，不会让人家不舒服的。不会不舒服，但它会有点辣到喉咙，所以爱辣的人再来尝试。刚吃完炒面，还看到这个富士山双麒麟，超可爱，我要马上买来吃吃看。它有分2种，一个是杯子造型的，就是逆富士；那另外一种是这种甜筒的，就是正富士。而且很可爱的是，刚刚我买完，然后老板娘递给我的时候，她就说要记得先把它塑造成富士山的形状，再开始吃。好好吃哦！蓝色是什么？大家猜猜看。芋头。芋头？怎么可能是芋头啊？笑死！蓝色是优格口味哎，而且它的优格是很像优酪乳的那一种口味，好吃。白色是牛奶，而且因为它是gelato，就是那种意式冰淇淋，所以它是这种就是比较有点雪落的感觉。我喜欢这个质地，塑形中，可能这一面比较容易弄。怎么办？没有美术天分，谁来救救我？我要放弃了。如果有人有成功做出一个漂亮的话，就留言告诉我，寄奖品给你。我爱静冈哦，我觉得这次来真的是有突破我对静冈的想象这边真的超级舒服，是一个很慢活的都市，而且我觉得旅游品质真的非常好，因为静冈县这边真的还没有那么多游客，而且我觉得在这边很多景点看富士山也是超漂亮的，所以真的很推荐喜欢富士山的大家有机会可以来到静冈这边旅游。如果你是会开车的朋友的话呢，可以参考我们昨天第一天的行程，租一台车开车自驾玩富士、新富士这2个大区域，附近都有很多很棒的景点。那如果你是不会自驾的朋友的话呢，也没关系，可以像我们今天一样，就是玩富士宫这个区域，沿着富士山遗产中心，它周遭就有很多可以徒步到的景点，我觉得也都非常的推荐。所以这个地区真的是，不论你是1日游或是2日游都很方便。从东京过来只要搭新干线1个小时，而且听说从河口湖那边搭巴士过来也非常的方便，所以我真的是大力推静冈，我下次一定还会再来。那如果喜欢我们今天的影片的话呢，记得帮我们按赞、订阅、分享，开启小铃铛，才能在最新时间接收到我们的影片资讯。另外，如果喜欢我们分享的日本旅游资讯的话，也可以按下超级感谢，或是留下超级留言，小额赞助我们，支持我们做出更多更棒的日本旅游影片哦。那我们就下次再见，拜拜。
你喜欢买日本药妆或电器吗？那一定要用我们的优惠券，不管是松本清、Big Camera、腾体喝得、多进屋，超多优惠券让你免税又能再打折。现在就赶快到乐吃购日本下载吧！就是我们那天去拍的影。吓一跳。哎，这个也要录是吗？对，成语很辣，那个成语是什么？不要过度那个过犹不及。对啦，过犹不及哦，出我的心情。